有一群華人在短短數十年間輾轉了3個國家，好不容易在這裡落地生根，但卻在一夕之間失去了一切。以前逃難嘛，我爸爸送我們去，他不送我去，我是大女兒，他不送我去。Every bar, everything is closed. 那現在都沒了，他們人都不在了。真的蠻特別，在一個默默無名的小鎮，然後遇到華人竟然講這麼流利，連他的下一代、第5代的寮國人，中文也可以講這麼流利。哇，都還有以前的還有春聯呢。哎，那這個你們是拜什麼的？這個土地神。不用吧，老闆。你別客氣，進來看。好，謝謝老闆。哇，太客氣了吧！我們賣什麼都賣。是。這裡讓我，大哥，我覺得這裡一直有一種很復古、很懷舊的感覺。是嗎？我不知道你自己怎麼看這個地方。我們這裡可能習慣了吧？是因為我們土生土長，是，所以我們就也沒什麼感覺。當然，我還是希望這樣平靜。我覺得還有很有意思的是，我們台灣人我們叫寮國，但是大陸人他們叫做老撾。那你們自己叫的是叫什麼？我们本地叫老。那大哥，您是來第幾代了？在這裡？第4代了。那已經算是很老了。對。我們的曾祖父那一代，他們先來。他們是來這邊做什麼的？當初？這個可能是從廣東那邊來到高棉，也從高棉到越南，再從越南再轉過來。我母親的是中國人，但是在柬埔寨出生的。那時候他們打仗嘛，對吧？6年就跑到越南，越南住好像是4年吧，4年後就才過來老撾住，是這樣。在那個動盪的時代，這群華人就在中南半島四處漂泊，只為尋找一個安定的生活。而當時的寮國正迎來一場巨大的翻身機會。當時的法國政府為了開發寮國，給華人大量的優待政策跟法律特權。這項政策確實也吸引了華人來這裡開墾做生意，也讓他們在這裡建立了華人社群。1931年，這間華語學校，他們之前叫做公所，崇德學校就這樣子建立了，在法國人的時候就建立了。对，我們的牆壁是用竹片片成的，牆內牆外可以相通的，就是沒有牆壁的。这個地方讓我回想到我以前小時候讀書的教室，怎麼只有你一個人？人家還學啊？你怎麼還在這裡？我學數學。哇，你們學好多中文哦！你覺得中文難嗎？很難啊！當現在的寮國學生正為着中文這門外語感到頭痛的時候，這裡老一輩的華人卻對我有多一份的親切感，因為在他們學校裡面有來自很深刻的台灣印記。是，我們就讀那個台灣的書。哦，以前啊？對，是台灣的書。那你們是學注音符號？對，哦，注音符號，還有視角號碼嘛？以前我們讀的時候，視角號碼。哇，真的呢！以前我們的學校是讀台灣書。哦，對，從小是讀台灣書。真的啊？我就讀到5年吧，台灣的書比較好。我讀到5年，那個中文講得很好。哇！可是以前不可以說老語，沒在裡面。現在他們有老語，唱就比較難。我的孩子就北京，然後一位老師教的海校，
廁所是吧？現在他們就洗手間了，太棒了。我叫吉米老師，現在要替你們上一堂課。怎麼還有人在玩？收起來。哎，那你們老師呢？回家了。你爸爸媽媽是華人嗎？老外人。他們會說中文嗎？不會。那你覺得中文難不難？難一點點。哇，中文等一點點。不難，一點點。晚上的7點鐘，還有人在上中文課。奶奶說，以前這邊華人都很多，現在都走了。都有，還有都有。原本以為流浪的生活可以告一段落，但他們也沒有想到，卻遇上了寮國20世紀最劇烈的动盪。The end of Laos's neutralist government and its replacement by a totally communist regime. 1975年，北越和蘇聯支持的共產黨軍隊打贏了內戰，成立新的共產政權。對於當時在這裡做生意或習慣貿易的華僑來說，他們累積的財產隨時可能不再屬於自己的。面對這種未知的轉變，很多人選擇了離開。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到台灣讀書，現在他們在台灣定居，就沒有回來了。解放後他就變色了嘛，所以大家就再順便去台灣居住。當時要逃離寮國，有一個很容易，但也是最冒險的方式，就是跨過這條湄公河到泰國。那時候逃就是逃去那個泰國，騎那個小船去，晚上偷去，2點晚上就騎那個小船去那個泰國。泰國那邊送我們去那個難民場，就那邊泰國有3年。我爸爸就帶我去中國，就那個西雙版納，就到嘛西雙版納雲南省啊。許多寮國華人也像妙婆一樣，到了泰國難民營之後，再到其他的國家生活。只不過妙婆最後選擇回到自己的故鄉，而這一離開，就是15年的流浪人生。當他終於回到自己的家鄉，這一切也不再是他熟悉的地方了。一回來的時候，所有人都不見了。沒有一個認識的。不認識，跟他們問他們也不認識。同學呢？同學沒有誰。鄰居啊？沒有，他們都是逃去玩，他們就完了。這間店在我小時候，我覺得就是南海飯店，這是潮州人的，他的咖啡、他的蛋糕很好吃。所以我常過來到這裡來買他的那個蛋糕。他們人都不在了。我到初中後就沒有人了。這位在法國做餐館，這位在澳洲去世了，這都去世了。現在還在法國，歐陽他跟我聯絡一下。還有這個他在什麼英國，是我的好朋友。現在在美國，歐陽這也回來看看我。那大哥那時候怎麼沒有跟着去？條件很好。當時要留學嘛，要留學就要自費，自費當然環境問題、家庭問題，所以我們就在這裡逗留在這裡。雖然多數華人最終逃到遙遠的海外，但也有人選擇定居在河的對岸，泰國。湄公河那一邊，他們是就在對面而已。就我們的對面就是泰國。因為以前他們可以來去的，不用舉家。等一下，我還在震驚，所以你就是直接住在對岸而已。對岸，對了，就對岸這裡。那你們常常見面嗎？常見面，就是現在有個橋，直接過去就看到了。看到以前就沒有橋，就是那個我們坐那個船就可以碰到。現在有巨匠，坐車也可以。原來親戚住一條河對面。對，因為那時候因為他們
過到那邊泰國了，就人家管的那個線啊，後來了我們沒有聯絡。是在1975年的時候嗎？對，如果你住那邊就住那邊，就後來了，如果你想去找就做主張。是，那你們那時候怎麼沒有過去？因為那個我們祖父就留這個物給我們就都是祖父的相片、祖父的牌，你看，那上面呢都在上面。鄭永龍，你看啊，鄭永龍的牌，你看是他們哇，祖父的家，親戚全部都還住在這裡。在泰國有3個哥哥，在對面而已嘛。曼谷。他們當初怎麼會到那裡啊？以前逃難嘛。哦。我爸爸送我們去，他不送我去。我是大女兒，他不送我去的。他說大女兒寶貝啊。我什麼事都會做嘛，不是寶貝。我不喜歡聽大人的話。哦，所以他們想把你留住，怕我不理他們。如果我去，我會飛到別的地方。哦。我不喜歡在家，一天到晚就溜。反正我们的是无根的兰花，像你们台湾就是无根兰花，什麼地方可以去就去。那最後就選擇在這個地方生活啊，在這裡落地生根，郵寄在這裡就業，成為本地的公民。